去成都3天2夜，这支影片请当护身符，直接存起来。先说结论，这城市我绝对会2刷。这次的实测攻略帮你算得明明白白，住哪儿方便，哪里不坑钱。从大妈大爷战斗力满点的玉林早市，让你认清自我市场行情的相亲角，以及沉浸式火锅体验的红顶宴。最后，三国迷必去的504精华都帮你画好了，遇到暴雨也不用怕，也有成都博物馆的神级备案。影片最后，我要自首一个差点被老婆休掉的低级失误，有完美的行程，也有真实的踩雷。在正式带大家深入成都之前，我想先分享几个我们这趟旅程换来的真实避雷小细节，这些心得都是我们夫妻实地踩点后的体会，希望能让各位小玩家少走弯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还在烦恼交通搭乘、APP 操作、上网设定，或者是如何精准的导航美食，可以先去复习我们之前拍过的影片，那里有最完整的教学。这支成都3天2夜懒人包，我们特别精选了市区内最精华的景点，非常适合用 City Walk 的方式慢下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悠闲。最后，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吃，成都绝对是美食的天堂，但是这边要提醒一下，完全不吃辣的朋友，出发前一定要额外做功课，筛选出提供不辣菜单的餐厅，才不会看着红油干瞪眼哦。首先，我们先去早市祭我们的五脏庙。影片中会跟你说哪些美食不能错过，但有一些就看看吧。哦，好。它糯米饭做到跟台湾的感觉不太一样，折耳根跟调料，还有它的辣酱，我觉得做得蛮到位的，吃起来还蛮搭的。不像油饭那么的重咸口味，吃起来相对清爽，也没有那么的黏腻。我好奇是刚才吃它的辣椒酱，我一直以为会很辣，因为它表面上是带了鲜红色的那种色泽，但没想到吃起来是麻耳香。刚刚好，我觉得这个调味非常的 perfect。我吃一个糯米饭配它的糖啊，还蛮特别的，这是台南人的吃法，像有糖在里面。姐，那个辣酱好吃耶，不会辣，还可以。是不辣的，是你们贵州的特产，对不对？是的。你自己调的吗？自己做的呀，我就是只加了一点点轻微的味精，其他的都没有。哦，就是自然把辣椒做出来的。谢谢你们来照顾我的小生意。好，谢谢姐姐哦，拜拜，好吃，拜拜。什么是剪刀土豆？剪刀土豆就是他把炸洋芋用剪刀的方式把它剪碎之后，加自己的佐料。然后刚刚点了一份是8块钱人民币，加上2块钱的美好火腿肠，没有忌口，不要辣就好。不要辣。对，不要辣。哦，它会拌在一起，是不是像咸酥鸡的吃法啊？对，但是是四川的调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那个辣椒粉、白糖，然后碎花生。它的土豆炸的有一点点脆焦的，所以它外皮是焦脆，内馅是软的，非常喜欢它的调色。为什么？它因为放了很多青葱，加上火腿肠的红色，它其实搭配起来那个调色是非常的完美的。好喜欢它那个碎花生搭配在一起的感觉，软硬适中。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点点花椒的香气，因为我们是选不辣，在不辣的味道之中还保有花椒的香气，好好吃哦。这是迪士尼官方的小吃吗？答案不是。没有，我刚才讲说米老鼠是什么可怕的食物吗？这边有手撕兔，你想说会不会有手撕老鼠？是不是？对啊。放心，米老鼠这道料理啊，是南瓜丝加上面粉加上他们调料炸出来的。但是它跟米老鼠这名字有什么关系？姐姐，可以请问一下，米老鼠为什么叫米老鼠啊？啊，你也不知道？好，谢谢。我刚是认真想问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照着做就对了。那我取一个唐老鸭，成都人真的蛮可爱的。南瓜本身就很好吃的，加上原本会以为炸的炸物油腻，但是吃起来是干爽的哦，像饼干一样的口感。南瓜品质不好的话，炸出来会吃不到清甜，这道很棒。好
它有香辣小兔腿以及五香小兔腿。我兔腿哦，这个对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挑战，因为兔子在他的心中的形象来讲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但是来到四川，它变成是一道料理。心中想一下小兔腿，不要，不要啊！味道如何？肉质出乎意料的紧实，比鸡腿肉还要紧实，有点出乎意料。它的味道其实有点像鸡腿加鸭肉的香味。小兔腿好像有一点点贵哦，不便宜。源自于一个古老传说，建兴4年，诸葛亮北伐，当时士兵射杀了一只兔子，军中的御用厨师就把这个兔子拿来烤，用果木、树皮加上一些调味去烤这个兔子。士兵觉得这个兔子好香哦，所有士兵就蜂拥而至，把那个兔子撕开了，才有手撕兔的由来。后来诸葛亮也觉得这个兔子真的非常好吃，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巴蜀神仙乐而食之，意思就是说，连巴蜀这边的神仙神明都觉得这个手撕兔好好吃，然后一直吃。此后，这个御用的厨师回到他的乡村之后，就把这个技艺流传到现在。诸葛亮认证的小兔腿。这条街很特别，是它旁边是店面，但是旁边有很多的树，所以形成一条很绿意盎然的一条早市。良心水饺人超多的，不过我说真的哦，我来旅游已经吃了好几次水饺，台湾水饺是真的很厉害。真的，台湾水饺真的是目前还是第1名。对，但是你有想试试看这间良心水饺吗？会想试，不过我还是希望是粉丝留言给我们，有哪一周的水饺是比较好吃的。我刚刚有说我们不要辣，不过他说最低只能少辣。清蒸肺片顾名思义就是用清蒸式的做法，把卤牛肉、肺片或是兔子，把它用红油加上它的调味料拌匀在一起。它算是一个凉菜，蛮适合回去大家下酒，然后吃一下这个肺片。这间店人真的很多听说它的价格好像涨了蛮多的。如果有来玉林早市，可以来试试看他们在地人猛排的清蒸肺片。接下来另外一间，我们又发现到非常多在地人排队啊。玫瑰花卷一个2块钱。来呀，是这个好吃。我没想到它撕开之后，一条条的，好像面条都要分裂了。哇，我没想到玫瑰花的香气可以跟包子结合在一起，好吃你看外表，它的玫瑰酱料没有很多，但是你每吃一口，玫瑰的香气都会在你嘴巴里面散开，再配着花卷吃，口中都是花卷跟玫瑰的香气，其实是搭的哦。我从大理来到这边，我就是在找奶白酒，然后在成都的玉林早市，终于让我遇到奶白酒了，就是找了非常久。1号豆花醪糟，常温的、热的、加冰的，冰的，小料都可以放。好，稍等我一下。醪糟有3个口味，原味、桂花、玫瑰，选一个。桂花，第一次看到那种很漂浮的东西在上面，它的馅料超多的，我觉得很像在吃豆花的感觉，大杂烩甜酒酿它又被誉为是液体蛋糕，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素，例如像是有碳水化合物、镁、锌、氨基酸。古时候它就把甜酒酿当成是一个食补，那加上它的口味是接近酸甜，层次丰富来讲是非常的多元。豆花的口感本身就跟甜酒酿很类似，所以2个混在一起吃起来是融合的。那再加上很多的小配料啊，芝麻、花生，就很像你喝珍珠奶茶，再配椰果，再配小珍珠是一样的道理。酸的味道算是蛮重、蛮明显。那酒的辣比较淡。这间店很不错，因为你可以去旁边的市场收集完各种美食之后，买一杯饮料，坐在这边的小桌子上吃完之后，再去 City Walk。玉林除了早市之外它旁边还有一区文创区，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站就是带大家逛一下玉林街这边有哪一些市集是在1天之内可以 City Walk 走完的一个路线。早上在玉林早市吃饱喝足之后，下午我们可以去这些街区逛逛，
这3个街区是我跟薛仁蛮推荐的。试着钻进玉林的小巷弄，随意晃晃，点杯咖啡，坐在路边看行人走过，那种放松到骨子里的自然感，才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日常。你会发现啊，成都在地人的快乐，其实就在这股不紧不慢的烟火气里面。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台湾都是喝啤酒，保留有四川的传统，就是喝盖碗茶，吃瓜子配花生，下棋，很特别。它是竹子的椅子，现代跟文创的一个交融的结合，很酷。它那个是3星堆的，哦，好有趣哦。哦，好可爱哦。走着走着，我们在这个文创街区看到一个承继爷爷婆婆蛋烘糕。哇塞！我发现到排非常多的人，上面有写着30年的老店。蛋烘糕啊，也是成都有名的小吃。我跟学人没有品尝过，就来试一下咯。5块钱人民币折台币大概20多块。其实这个蛋烘糕价格不便宜哦。大家可以看到，外面这一层是比较偏薄，那中间再厚一点，外薄内厚。中间有没有看很像铜锣烧的厚度？外圈是可丽饼的薄脆。其实味道一般般，是可以想象得到。那为什么会这么大排长龙呢？这间看起来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就像你家旁边从小吃到大的鸡蛋糕一样。这个老爷爷还在这边做鸡蛋糕，所以自然而然就变成大家记忆中家的味道，就吸引很多观光客来这边尝鲜。在成都的小巷子，你会看到很多奇人异事。结果路上遇到一位奇人，地上写着求包养。更夸张的是，我们一开问，后面直接聚了20几个人围观。我希望你们可以自由去对话。反正我在事业和爱情和自我上面有很多的经历，我也想把我的经历去分享给别人，就是能够给到他一些力量或者是一些方法或干嘛。当你为我停下脚步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交流了，而且你的脑袋里所接受到的东西，它也会产生一些认知、一些思考。我很好奇，你人生追求的意义是什么？哇，太多无限的意义太多了。好，那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任何事情都很重要，艺术的诞生或者是你的诞生，你的出生，我就说你的出生吧，是需要经历很多的条件。那你现在写了那么多字，哪一句话觉得最重要？比如说爱与自由，哇，哪句话或者是说上门女婿。其实我刚刚第一眼看到是这个上门女婿，对，就是因为我重要的东西都很重，它对我都很重要。比如说这句话是我的代表作，这句话就是存在既是哲学也是艺术，无边界的万物啊，这是我的代表作。好奇的是那可包养那3个字不重要吗？就有的人他很需要能量，或者是很需要，因为我是一个能量体。是如果他就是每个人看到我，他知道他需不需要我，提供情绪价值吗？对，情绪价值。对，我想把我的真挚、勇敢和自由去传递给那个包养我的人。如果台湾人要包养你，要怎么跟你联系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电话，就是我的微信。只要我相爱，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很好奇，遇到什么样的人问你什么样的话，是让你可以触动你内心的？我摆摊，我救过几个人的命，因为我跟他聊了几个小时。然后他回去，他有去反思我跟他聊的内容，因为他当天他是准备自杀的，他后来跟我讲，他是我第一次见到过从来没有光的人。来成都还是学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就是能跟你做文化交流很开心，看到台湾没有的东西，希望你还可以去开导更多的人。对，这个世界需要光跟爱。聊着聊着，无意间连旁边的路人都来搭上话。是从台湾哪里来？我们从台湾台北。哇，台北好出名啊！和你们聊两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们到大陆来，你们看到的这个真实的大陆和你们台湾的那种网络宣传的那个大陆是，觉得是？因为你一定是有从哪里的资讯得到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谈过一个台湾女朋友，她在嘉义。我们来中国旅游时候，通常对台湾没有了解的，其实不太知道台湾人对于生活的印象是什么样。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的确对这边的观念或是印象是媒体给我们的，没有全然接受。我们决定自己来中国旅游一趟，看看
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你们的感受是其实正面的还是是正面的？我们感受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们比较相信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但我的感觉还是台湾人民都很友善，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台湾的偶像剧长大，就是那种对那种台湾女生身上就有那种关怀。采访完写着爱自由的哲学家以及友善的路人，想起动漫《地动说》的核心意义。比起舍弃生命，我更害怕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哲学课结束了，我们继续 City Walk 吧。这条街有一种慢半拍的市集感，街道不大也不宽，但里面塞满了很有生命力的创意小店，还有让人想坐下来发呆的露天咖啡椅。这里没有那种大声的叫卖，很商业化的感觉。在成都的午后，转进这条充满设计感的横街，会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让心情跟着这些文创小物好好的散步一下。华方街区这边有一点点像是文创市集，上面有很多银杏。社区的旁边竟然有很多摊贩跟很旧的那种露营椅有很多人在这边咖啡购买一些文创小物。对，手做的饰品耳环等等。没有想到在成都竟然有一个这么旧的地方，真的很特别因为第一天来成都的印象是大马路、高速公路、高楼建筑，没想到在这个社区隐藏小小的文创街区，在个小小的巷子里面，而且这里非常的安静，这边都是树木，有很多的露营椅，非常的放松。这个好酷哦，隔着铁网在这边卖咖啡。走在街上发现到一个台湾没有的商业模式。下面有自助的手摇饮，很多的品项可以选，扫扫之后就能把饮料拿走了。我最想喝的手打柠檬竟然没了，然后袋子也在旁边自己拿，或是你要加热，旁边有微波炉。真的很便宜，像鲜奶茶或是一些水果奶绿，也都才人民币5块钱而已。吸管、袋子也都在旁边自己拿。学人有一个习惯，看到好吃的，他就会去偷拿试吃的。还先闻一下，好不好吃？哇，很可爱。这边给试吃都很大片哦，很敢给。这边要老实讲，我还没来成都之前，会误以为是一线城市带给你的嘈杂、拥挤、不舒服。我发现大家都是很慢步调，而且我们早上去逛早市的时候，以为会像乡下的菜市场一样很热闹吵杂，但是没有，店家没有很大声的叫卖声，也没有很大声的音乐，反而早市逛起来很舒服很好是它的商店或者是餐厅前面都会放一些露营椅、露营桌，有点像野餐的 feel， 而且绿化的部分很好，它可以遮阴，所以在那边晒阳光、喝盖碗茶、喝咖啡都是一个很棒的享受。比较缺点的是，没想到成都的空污也蛮严重的。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11月底，那也有可能是11月底的时候，这边的空气不太好，所以雾霾比较严重一点。我比较 care 的是，这边的人很喜欢遛狗、遛猫、遛宠物，所以地上会有很多什么狗大便。所以我们来这边都要特别小心，走在前面会不会有一个黄金地雷？我不知道大家很常看我们影片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喜欢推一个小推车。然后我那天小推车带回去房间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闻到一个狗大便的味道？害我在那边把包包拿起来，在那边洗我的轮子。任何东西落地在成都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狗拉的大便至少要把它捡起来，或是不要造成社区上的污染。不过我说实在话，我真的有看到有人会清狗狗的大便，但是地上还是有，所以也许这个文化、这个观念还没有到很普及。我们夫妻逛任何的早市或是夜市有一个习惯，7成靠网友推荐，3成我都会靠眼睛去看。这间大家可以看，从头到尾人都非常多。我们靠近看，哇，不得了！特色花卷，
重点是，我觉得可以把花卷做成有一点像是精致的咸食了。它的调色，然后它的分量其实都还蛮大。然后我点的这个是麻辣猪肉，咸香够劲，而且可以吃得到它手工面皮的筋度。我觉得这个蛮推的，而且这个好便宜。不太能接受辣的人来讲，这个点微辣的程度是还 OK 的。哇，你知道我刚刚真的要用力扒才扒得开，非常的扎实紧实，我要很用力才可以把它掰开哦，不是松松的那种馒头哦。然后再看一下侧面的内馅，这是巧克力 Oreo 的，馅料也是满的。然后说实话 ，Oreo 的口感我觉得跟花卷不搭，因为 Oreo 本身是干的，花卷也是干的，没有吃到馅料的感觉，就是吃馒头的劲道。是以味道来说 ，Oreo 的没有很适合。再加上我个人认为，我喜欢吃松软一点的花卷，口感上会比较好。这个太扎实了，有点像接近老面馒头的口感，失去了花卷松软的感觉。很多摊贩人流量非常的大，生意非常好。可是我发现到这边的摊贩都很有耐心跟你好好讲，这个是多少钱，这个是卖什么，我们特色产品是什么。而且我刚才有表明说我们不太能吃辣，他有很有耐心的推荐一个比较不辣的椒盐，有点违背了一线城市或是很热闹的摊商给我那种不耐烦的感觉，这边遇不太到。我觉得我好喜欢成都人给我的一个反差感。你在一个这么先进的都市，但是摊商都很有热情。总结一下，这次在早市吃吃喝喝的费用，大家觉得划算吗？打勾的部分呢，是我跟薛仁一致认为非常好吃的，不能错过。打勾不错的小吃，大部分都在玉林早市，摊贩之间也比较集中。影片中吃过的点，我都标记在地图上了。好的，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开箱房间吧。会选这间蓝城悦榕，主要它在成都市中心，地理位置还不错。不管要前往像是春熙路或是武侯市都很方便，甚至我也可以步行到附近的景点。因为成都上下班的时间很塞车，有时打滴滴不一定有效率，地铁3号与8号线也步行就能到了。这个饭店虽然在大马路上，但是它中间有一个中庭，闹中取静，睡觉的时候隔音其实也还不错，不会听到外面的马路的嘈杂声。走廊啊蛮有趣的，有一些三国的历史跟人物刻印在墙壁上面。房间装潢走简约风，灯光控制系统完善。这次入住最满意的就是室内完全没有烟味，浴室干湿分离做得不错，备品、吹风机与化妆镜一应俱全。特别推崇热水非常的稳定，而且温度充足，完全不会有忽冷忽热的问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隔音与门锁的设计，关门的声响比较明显，容易听到隔壁房进出的声音。3点到8点还有小吃的时间，每个人可以选2样，在2楼的餐厅。来吃小吃啦！这边也是早上早餐的地方。下午茶我跟薛仁来吃了好几次，觉得品质还不错。有时候去玉林商圈买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搭配着下午茶一起吃，也蛮享受的。早餐的部分呢是自费的，一个人要加价220台币。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下菜色咯。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成都是个不靠海的内陆盆地，怎么会有一座这么大的水上城市？其实这里原本只是一片高低起伏、土壤贫瘠的红朗丘陵，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盖这座人造城呢？因为开发团队想要打破现代城市钢筋水泥丛林的死胡同，他们花了超过数十年的时间，引进了都江堰的水源，硬是在这片荒地上无中生有，挖掘出一座占据数千亩的生态湖泊，试图去寻找一种人类、建筑与自然生态能共存的理想国。走在丽湖，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科技感，各种充满未来感的几何建筑，沿着蜿蜒的湖水错落生长。在这里 City Walk 啊，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自在。CPI 感觉怎么样？它原本是一些样品屋，这个样品屋没有拆，它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像商业聚落。这边看起来很文创、很艺术，有许多特别
高级质感的店进驻。我觉得这里很像华山艺文特区的高级版，它的地形很特别，有山丘，有湖泊。它的湖泊不是放着好看而已哦，真的，刚刚有小艇游过去，上面还有载观光客。你有想过你的住宅区旁边竟然有游艇，它可以包船一日游，也可以单次。我翻到还真的有蛮多人在现场排队的。你可以买票的时候进去看一些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就在里面。这只黑羊很大耶，好可爱哦！哦，绵绵的，好像棉花哦，是不是棉花？哇，羊角好硬哦！我跑啦！已经跑了。你看都在挖地耶。那个姐姐来了。它很像大理石面包。这是巧克力吐司啊。是有点斜啊。丽湖花了大概2-3个小时晃了一下，觉得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你会推荐旅客来这边晃一下吗？推荐，不过这里更适合带宠物或是小朋友来，因为它有很多宠物友善的地方、环境以及小朋友的游乐设施，我觉得小朋友来会超开心的。这里比大安森林公园还要大好几倍，结合了游乐园、动物园、咖啡厅，还有一些艺术展览。逛街、购物、买东西的文创商品这边都有，奢侈品的咖啡厅也在这边开店。对 ，Vivienne Westwood。我刚刚沿路上看了一下路人啊，他看起来都是有钱人，来这边住或是来这边晃晃。最喜欢的地方是因为草皮空地很大，看到很多人特地拿了露营的装备来这里露营，感觉很棒。今天是假日下午来，看到人没有很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腹地很大吧，所以大家就分散，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好的，来成都啊，一定要吃火锅。今天要带大家去吃成都界的爱马仕，也是沉浸式的体验。这华丽的火锅盛宴，厉害的在于结合了古代的礼乐、舞蹈，还有饮食，带入到现代，重生在这个360度的环绕舞台之中。之前呢，跟薛仁在上海体验过。也是非常厉害的工业。今天啊，薛仁他要扮古装，体会一下这个沉浸式的火锅体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现在又要穿越了，1秒穿越。这间啊，其实也是我们众多的粉丝之中，他推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尝尝鲜啦。跟宫苑的感觉差很多哎。真的，而且它旁边就有一些装置艺术。上次不是在问在地上的阿伯，这个毛笔很大根的毛笔在哪里？哦，你说在成都看到有人沾水，地上写毛笔吗？在这里就有。你不要破坏人家现场啊！哦，这边好多可以拍照的地方哦。对，大家看陆剧里面常常看到的下棋场所。哎，这套好看哎，我可以换这套吗？然后旁边还有很棒的服装在这边展示。请看一下后卫是有多夸张，整个造景艺术真的是气势恢宏啊！我们这次的餐券呢是在美团上购买的，购买好之后出示给前台就可以核销了。接下来我们就到换装区域吧。2楼这边有写妆造区。他上来的时候会拿一个平板给你，跟你说，这边的妆造都可以去做选择，所以非常的贴心。比如是凭空去捏造的。你只有看衣服的话，你很难想象穿起来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们在选妆法的时候跟衣服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如果上面有勾爱心的话，表示应该是蛮多人选的。所以像薛仁就是请服务人员把他中意的服饰拿出来。现场服装的款式多到你1年365天，每天换一道都穿不完。如果你是有选择障碍的人，来到这边真的会当场疯掉。
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上面有标价，这个是598的套餐，相对的华丽，然后好像是皇后出巡一样。哇，这顶好酷哦，是白色的，像珍珠一样把它串联起来的。怎么那么快？还蛮可爱的。不会，还蛮可爱的。这边比较有规模是，如果说你今天换装啊，你衣服想要放入置物柜的话，这边也有自动的门锁，换完装直接到前面就可以拍摄。比如说像这边有前台，还有琵琶，很有 feel， 上面还有粉红的落雪、粉红的樱花。明明两个不懂围棋的，这边故弄玄虚。棋还拿错，我刚是这样拿。这边有没有粉丝是围棋的高手，来教我们一下围棋吧？哎，麒麟王。轩仁完成他的惊天大作，请问这个大作是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创世小夫妻。七头笑嘻嘻。我不得不说，我们之前在公宴也有参观过他们的装置艺术，但是我觉得这边更好拍，因为它这边占地比较广阔，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布景，例如像是琴棋书画。就我还没有开吃之前，就觉得这边的造景艺术蛮厉害的。公宴那里是精华地带，所以腹地比较小，那这边腹地相对比较大，也比较高挑，所以你会觉得比较没有压迫感。然后又有很多装置艺术可以拍照，很符合大家想来这边用餐，换个古装，顺便可以拍美照。看你穿这样子，我好不习惯，说跟古代人在讲话，都是透过微信的小程序这边去预约的，比较建议大家直接挑底箱跟浴箱。这次啊，我跟薛仁特意坐不同的位置，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同的视角是否会有很明显的差异。再来衡量一个餐厅的好坏，除了它的餐点跟表演之外，我们也来观察看看它最隐蔽的角落。大家有没有看到，厕所非常的高贵，一进来啊，这边有熏香的香味，非常的香，以及通常不是只有浴缸才有放玫瑰花瓣吗？竟然连洗手台也放了，让整个厕所很高级的感觉，以及 Dyson 的空手机，风真的很大。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在这么高贵、典雅、火锅天花板的沉浸式餐厅里面，要花多少钱呢？这次的地点很特别，非常的高挑，以及舞台是360度的环状舞台。等大家看我们这次的表演以及餐点，最后再跟大家公布 VIP 的座位以及一般的座位加上妆造，总共要花多少钱呢？贵主驾临，恭喜福安，恭迎贵主祥瑞入夜。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哦。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给您换成无醇的饮料。然后这2道是我们的一个前菜，这是茶玉双蒸浊酒欢，这是我们的猪肉和牛肉。这边有我们的醉虾、开胃小菜、玲珑糕点、五香牛杆菌、椒麻薏笋、盐焗小章鱼、清汤。然后我们这个清汤它可以直接喝的，这边配了一个汤碗，汤碗里有我们的一个香葱和薄荷叶。这2边的话都是我们一个蘸料碗，这边是红油的，这边的是我们的一个清汤。然后这个包里面有我们的干湿纸巾、醋包、蚝油包以及我们的牙线、牙签等。然后您有其他的酒水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扫码点我们这个桌上的2维码。还没上菜前，总是觉得肚子特别饿，希望小菜赶快上，所以它前面很贴心，一来就有一些小菜摆在你的前面，而且它小菜
的摆盘真的非常的漂亮，好像在欣赏一幅山水名画。这个是清汤，能直接喝的，不过它这个汤非常的少，我以为是蘸酱，其实它是汤，撒满了非常多青葱的前菜汤。我觉得配菜的香料太多了，那个汤有点咸。再来是小菜，外面酥酥脆脆的，很像在咬饼干、咬小零食，但是里面保有猪肉的香味。另外一个，这看起来像五香有调过味的牛肉干，牛肉干的口感嫩嫩的，但是边缘有一点点的柴，不过味道也还不错。刚刚都有帮我上一瓶酒，还行，酒精味不会很浓，女生喝是 OK 的。第一幕表演七星踏汉风，别以为火锅是现代人的专利，其实汉朝人才是真正的火锅大师。当时不止火锅盛行，甚至连鸳鸯锅的设计都出现了。最狂的是，他们那时候就流行边涮肉边看这种华丽的七星踏表演，论享受，2000年的汉朝人真的是没在输的。这个玩意儿，专家们都说它是最早的火锅。不管咋个说，到了汉代，成都的火锅已经很流行了，并且在说屋里吃宴席，他们也是边吃边看哦。餐点呢，则是搭配新鲜的鲍鱼和海参，重现宫廷的海洋韵味，品味一段流动的历史。刚刚在上鲍鱼海参上来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火锅的灯会亮，那提示你要把这个海鲜丢到火锅里面去煮哦，不是直接吃。我觉得还不错，是第一个表演完之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可以让你慢慢享用我们的前菜，以及让火锅料下去之后煮熟的时间。小菜里面有这个调味没有非常的重，吃起来是爽脆的口感。凉拌芦笋调味也是偏清淡的，不错。这个小章鱼口感非常的 Q 弹，爽脆 Q 弹哦，有一点点的微辣微麻。小菜的调味都不会过咸，使用的是四川当地的特色，就是花椒，所以带有一点点的微一点点的麻。这虾仁光看它的厚度是非常的厚哦，虾仁用了一点酒下去入味，带有微微的酒香，那它的海鲜新鲜程度都有哦，所以这虾仁也很好吃哦。下一个表演要开始了。这场表演啊，是才子司马相如情雕白富美卓文君，两人裸婚私奔卖酒创业，迫使岳父含泪赞助，实现了穷小子的逆袭，以才华入股豪门，靠创业逼父资助，成就了千古佳话。那个时候，司马相如还未发迹，而卓文君是货真价实的白富美。接下来这道餐点是雪花牛，菜名中的雪就像卓文君笔下的雪，代表着爱情的纯洁。这道是文君望雪，是上一个表演那一对情侣他们的名字，所以刚刚看完之后再吃这一道料理，会觉得哇，好像是参加他们的喜宴，是不是？肉质的部分因为脂肪偏少，所以吃起来牛肉算是比较有嚼劲一点的。
上来的时候会提醒你说，这个大概煮几秒就好，因为有火锅嘛，所以他会强调不能煮得太烂，或是煮得太熟，会影响它的肉质口感，所以上菜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杜甫笔下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台上变成了柔美的群舞，诗语论锦城。这份丝鲜啊，其实就是火锅最经典的爽脆四套件：毛肚、鹅肠、黄喉，还有切得像花一样的菌花，口感丰富，就像成都的春雨一样，让人心旷神怡。火锅大家有没有发现，麻辣这边是比较滚动的，右边的白汤是静态的，比较小火。不过它想要呈现的是这个鸳鸯汤底，一边是热闹的滚动，另一边是安逸。觉得有点像太极吧，两极相生，一阴一阳。霓裳悬丝路演绎的是西域的胡旋舞遇上大唐的霓裳羽衣，那种旋转与碰撞，就是1000多年前的丝路精神。唐玄宗李隆基倡导汉族俗乐与外国传统音乐相融合，带有浓郁的青瓷乐色彩，签署开国皇帝王翦是唐王朝的重臣，很多宫廷制度都模仿唐王宫，乐舞也不例外。霓裳羽衣舞是盛唐乐舞的代表作，描写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舞蹈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又吸收了敦煌壁画的舞姿造型，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红乐与华乐的完美合璧。这盘饭名字叫皇家，但吃起来非常的平民，它没有那种让你惊为天人的华丽感，倒像是皇上微服出巡的时候，在路边随便找的一碗家常炒饭。刚才的表演只是开胃菜，那接下来2个演出就是整碗的灵魂，视觉极限的挑战。芙蓉镜红颜演的是蜀地传奇花蕊夫人的凄美故事，虽然搭配的是清爽芙蓉蔬菜盘，但视觉上绝对一点都不清淡，因为接下来舞者会直接飞天吊钢索，在半空中演绎乱世中的绝美爱恋。这场结合力与美的空中盛宴，我保证让你目不转睛。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大居法术，孟昶成了亡国之君。可仅仅7天，47岁的孟昶突然暴毙而亡，民间则一直盛传是赵匡胤基于花蕊夫人的美色毒死了孟昶。有一天，赵匡胤对花蕊夫人说：“我灭蜀国只有3万人，而蜀国有20多万人，蜀国则投降了，这是气数已尽，天命亡蜀，你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花蕊夫人的死也有多种说法，最有可能的一种是，她在御花园摘花的时候，被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一箭射死。大概是因为赵光义以事迹为重，要清除哥哥身边的红颜
看完震撼的飞天表演，服务生优雅地送上这道芙蓉清芬。我仔细一看，确实非常清芬。这不就是我家巷口超市也能买得到的普通蔬菜盘吗？看来这道菜的重点是让人回归平淡。这场双书修仙记演绎的是白蛇与青蛇的千年共修的情谊，就是以前台湾台视演出的新白娘子传奇。看过前面这么多表演，我跟Sharon一致认为，这段绝对是整场演出的灵魂精华，因为动作难度真的高到让人屏息。口味的糕点，食材都很不错，因为像连这个甜点也不会过甜哦，因为它的节目真的太精彩，大家有看到刚刚在上面吊钢索，一不小心我的食材就会很容易煮过时了，因为它不是说有的食材只要7-8秒嘛，但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时间，因为节目太精彩了，你一看就忘记了。整场演出的最后，这段婵娟共鼎沸，呈现传统川剧的变脸，遇上重低音的电子乐，这种极致的碰撞，就像成都的街头那口沸腾的火锅，辛辣、热血，而且充满生命力。成都故事多，希望大家再来从地点相聚，谢开。红顶宴它的特色在于它的舞蹈表演，因为它的舞蹈表演以及节目的安排都是跟成都有关系的。你有发现他讲到杜甫他的诗最有名的那一首跟成都有关，那以及他的表演舞蹈有一些是民俗特色的舞，不是一般你看到的那种舞，所以它是有很浓厚的文化韵底的表演。它着重在舞蹈，那也充分利用这个圆形360度的舞台去呈现每一种不同的舞蹈，但是又有一点可惜，因为都只 focus 在舞蹈，不会有其他的乐器表演，所以
整场看下来会有一点点的疲乏，但是到后面开始吊钢索的时候，你人又醒来了，又是非常的厉害，到杂技杂耍的程度了，特技表演。所以观众如果问我，推不推荐来，我还是会推荐。感官来讲，我觉得是还不错，但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吃正餐的地方，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来纯粹做一个感官享受的一个盛宴。接下来我们来揭晓此次盛宴的费用。那我要公布一下，午宴一般的位置是人民币498，那 VIP 的位置是598人民币。但如果说你去大众点评或是美团购买的话，有优惠价格。像我去大众点评买的话，一般的座位是438人民币 ，VIP 座位变成528人民币。那要换装，只有头发跟造型是人民币98块，两个人 total 费用，因为我是刷卡，所以它又多了3%手续费。那一般单人就是新台币2008，VIP 是2420块，做妆造436块台币。那我今天刻意跟薛仁坐不同边，玉香他是坐支香，我刻意的让薛仁坐第一排，然后我坐第二排，看的视野感官怎么样，翻到第二排也可以，没有一定要第一排。没错，因为它的舞台很大，表演的人很多，所以其实拉远一点看，反而效果会更好。我自己还偷偷跑到后面那一排去看，翻到视野是高起来，有点像看电影这样。这边上菜的时候有一个很棒，我觉得很不错的优点。每一道料理你在吃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大的投影布幕写着这道菜的由来，还有它的做法以及特色是什么，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更了解这道菜色是什么。那接下来薛仁要讲实话，餐点的精致度来说，因为我们对于火锅的定义是它不需要太多的工，只要食材新鲜的锅底 OK 的话，基本上就是不会太差。相较下来会少了一点点精致感，但是在于它的摆盘是真的很漂亮。在餐点上面，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吃这样子的火锅，你们觉得划算吗？听说这一年这种宫廷沉浸式的餐宴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火红。如果大家有推荐哪一间更厉害、很不错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个人会觉得红顶宴是非常适合拍古装照打卡的经典，不管是后面的装置艺术，以及现场舞台的造景，甚至它餐点的摆设都非常的漂亮，很适合打卡拍照。这边的表演我觉得相对平淡一点，虽然他很认真的在讲成都跟红顶宴的故事，但是少了一点互动的感动，心情上面的变化算是比较平淡一点。只有在吊钢丝的时候，哇，好惊艳了，太厉害了！我自己看下来也是觉得整场的表演看下来就是平铺直述。我原本想说吊钢索可能是会在最后的压轴，结果不是哦，是在前面一个，所以你会觉得收的比较平淡一点，有点可惜。好，这一段我敢说，台湾真的看不到。我们现在在成都的人民广场，这里有一个超有趣的文化现象，叫做相亲角。你以为是年轻人在这边聊天认识吗？不是哦，现场几乎都是家长在帮小孩找对象。它还会分男生区、女生区，每一张纸上都像履历表一样。今天呢，我们就带你用台湾的视角逛一圈，到底在像什么？这种方式为什么会在成都成立呢？由发布人提供真实性并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还有有效期限哦。蛮认真在搞这件事情，真的经过官方认证的耶，还有盖章哎，难得看到一个有照片的。哎，他讲的非常的明确，有汗臭啊、脚臭啊、烟啊、虎味、屁味的要回避了，抱歉。太犟了吧？非常爱整洁。我们在讨论呢，在这么多履历中，你要怎么脱颖而出？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用打字的，这时候你千万不能用打字，手写最好是这样按一下，按个压写书。像这个还行，你看他还贴了贴纸，你要从履历中脱颖而出。我觉得人的一生的资历就变成是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然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去决定这个人的一生。但我跟薛仁相处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跟这个人一直磨合。比如说，我跟薛仁已经大概认识10几年以上，可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现在是讲不出来是哪一年，你是不是忘记了？还是会吵架，还是会磨合。我觉得人没有这么简单，尤其一张一张只是一个简历，但我觉得跟人相处这个是
需要经年累月去累积默契跟真正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刚刚看下来，其实每一个条件其实写的都很好，我有点纳闷，现在看有一个条件超好，学历又高，家里有车有房，又不良嗜好，然后他还写说女生漂亮又有气质。我想说，哇塞，条件全部优点都非常的好，但是怎么还会找不到另外一半？对，就让人觉得很纳闷。所以有时候写的越好的，你越要存留怀疑，你怕是诈骗，可是他都标明了确切这些内容是真实性，愿意负担全责。可是这种东西是你自己定义的啊，漂亮有气质，你也可以自己定义啊。我妈她也觉得我比林志玲漂亮，所以爸妈当然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女儿是最棒的啊。然后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场，大部分都是爸妈在这边守候，不是本人。那爸妈会不会说叫子女写的好一点，写的浮夸一点，或者写的太美好了？我发现啊，很多的简历上面留的都是家长的电话，所以未必是本人自己很着急要找对象，反而急着是家长。现在余流很认真的看相亲角的简历女生哪一个条件他觉得最好。等一下我来看看他选了哪一个，然后他就等着回去跪算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条件？我都是看到很严苛的条件。我认真讲，他的笔吻来讲都太严肃了，应该带一点感情跟故事在里面。我要讲一句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有坏吗？好男人是可以的，但是点人都有优缺点，不一定要他十全十美，你才觉得他是好男人。我觉得一个男生或是一个女生都带有一点点负面的缺点，比如说不伤大雅，不要太夸张或是毁三观就好。那我觉得你能接受他，他也是他可爱之处。所以我觉得爱更多的其实是包容。但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那你带我去看啊！好，带你去，带我去看，马上看。你是不是偷偷加他微信？哇，他那张是不是被拿走了？哦，不，没有，在这里，在这里啊，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写的不错。我觉得他的文字是真诚，带点故事性，而且看尽人间小事，余生很贵，不要去拉扯跟浪费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一般人不会讲出来说我离过婚怎么样的，但是他是愿意写出来，也看得出来他对于未来的憧憬，你也是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才能体会到幸福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啊，奶茶店，我很喜欢喝奶茶。你是不是欠揍啊？喜欢喝奶茶的人考虑一下自营奶茶店。也有看到台湾的简历，听说台湾的身份在这边算是抢手的哦。相亲角看条件太累了，我决定换个场景，去鹤鸣茶楼，先谈茶不谈人，来体验最地道的巴士慢生活。从1923年就有这间100年老茶馆，基本上人均30左右，你就可以坐在这边一整个下午，点一杯盖碗茶，坐在竹椅木桌前，看公园的湖光绿树，耳边都是茶杯叮叮咚咚跟聊天声，这就是成都的生活速度。如果你想要拍到最漂亮的画面，湖边座位最抢手，建议早点到。再欣赏一段长嘴湖盛茶表演。早期川渝茶馆空间拥挤，桌椅密集，茶博士用长嘴壶可以隔着距离跨过人群，把热水稳稳地渗进茶碗里，不用挤到客人旁边，也比较安全有效率。你喜欢这感觉吗？好像还好，有点太吵了。我也觉得好多了。3分钟一个人30块人民币，然后再松肩膀6分钟，总共是60块人民币。相亲完喝茶完肚子饿，走，带你去吃川系名菜老妈蹄花，就在人民公园附近而已，步行就可以到。面料早早交得哦。人民公园老店就在这里。一人花蹄花来2位。好大猪脚哦！我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么大只的猪脚，猪皮炖到非常的软嫩，猪脚没有很多的调味，它有配了一碗好像是辣椒的酱料，对，可能配这个来吃会比较有味道，但一点点。我原本以为会是很浓郁的汤头，但是吃起来真的是比较偏清炖。这个老妈蹄花是他们川系的菜之一，也是四川的特色。对
但我蛮纳闷的，因为四川人不是都吃重辣，为什么这道名菜是这么的清炖呢？主要他当时是一个四川的异姓妇人，他的爱人是一个做地下组织的一个人员，因为像是特工，然后被军阀残害了，加上这个易小姐本人自己也受伤，右腿整个被烧伤，大难不死，被一个老屠夫所救。那这老屠夫知道蹄花它本身是美容跟养伤的，所以他这1年来就不断的炖蹄花给这个易小姐吃，吃了之后，她就慢慢的复原她的伤口，脸部也变得雪白如花，整个伤也好了。等到这个老屠夫死了之后，为了要逃避军阀的残害，他也是回到成都这边，才开启蹄花的事业。所以这个蹄花它有美容跟养伤之效，所以还蛮适合女生喝的。我们也点了一个蜜汁蹄花，这个是红烧的口味，好，吃一口啦。看起来很像台湾的卤猪脚。哇，红油辣中带香，蹄花真的很软烂，真的蛮下饭，蛮配饭，而且它的蹄花的肉质是真的是还不错的，所以你在咀嚼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异物感，吃下去是真的蛮顺口的。结束我们在人民公园的行程，我们走15分钟就可以走到宽窄巷子景区。宽窄巷子，我先讲真心话，就是一个老成都氛围加文创区加观光动线很成熟的地方。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大，整个景区主要就3条巷子，每条大概400公尺左右，真的不用走到3到4个小时。建议想拍干净画面就早上来，不然下午开始人会挤爆。你来这边最省时间的方式就是你先想好你要逛什么，直接在高德地图导航，集中火力逛完就走。再来一个重点，我不太建议在宽窄巷子吃东西，这里通常人多，价格也偏观光区。想吃小吃的话，影片后面我会带你走魁星楼街，大概步行10分钟，人相对少，选择更多，价格也更友善。算什么？济公啊，济公，我也觉得是济公。宽巷子啊，它是类似北京胡同的特色，加上川西居民当地的居住的一些特色融合在一起，所以逛到这边的时候，有让我想到国子监跟武道营胡同逛街的那个感觉，非常的舒适。宽窄巷子分为宽巷子、窄巷子跟紧巷子。宽巷子啊，它代表是悠闲闲生活；窄巷子啊，代表是雅生活，就是比较雅致。最后一条紧巷子啊，它是新创跟传统结合。来到这边，你可以好好悠闲很 chill 的这边逛街，好大一个营地啊！这一块可以买1间房。哇，以前的元宝哇，还蛮重的哎，那这样带出门不就超麻烦的吗？带出来。所以以前的臂力要很好。少城记忆啊，曾是清代8旗驻防之地，也曾是成都最具特色的生活片区。如今的少城记忆文化园区，便是将这段历史重新唤醒，让人能在都市的现代节奏里走进老成都的光影。就是这边有很多店啊，你逛在这边，它会有点像是一个观光工厂一样，然后让你免费参观。但是里面很多人就是推销，然后把这边的工艺品放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去做采购。这个很厉害耶，来到宝库的样子，你看这边就是金银财宝放一整堆。以前古时代人存放银锭的方式，它上面写顺治、康熙这个年代，超酷的。我觉得这边很值得来耶，就闻到满满的钱铜味。这是以前的计量方式，所以以前1两白银等于1到2贯的铜钱。老板今天赚了多少钱？今天全部开除。老板要倒闭了。楼梯间竟然还有老旧的播放器，哇，这边真的古色古香哎。整体营造非常舒服，包含它的装潢，每个隔间都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中间有弄一个中庭天井的概念，所以它阳光照射下来，中间的布景啊、绿植、少城记忆，我是自己个人是蛮推荐来这边晃一晃的，穿越时空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是古时代祖孙3辈
御膳厅吃饭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也是熊猫，代表团团圆圆。另外，大家有没有看到墙面上有很多的算盘组成一个排列？设计来讲，真的还蛮有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感觉。最特别的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是成都的特色盖碗茶？盖碗茶它一共有3套件，第一个是杯盖、杯身以及托盘。你在茶馆喝茶的话，你的杯盖啊，如果放在这边，它是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外地人，然后他欠款了，所以他摆着这样子，就是我可能付不出这个茶钱，可不可以让我赊账？这是其一。这个也会哦。杯盖放在这上面，上面放着一个小石子或者是一个小茶叶，代表我只是暂时离开，你不要把这个茶收掉。最后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我不爽怎么表示，都放在桌面上，就表示说，这个茶不是很 OK。我想要喝霸王茶。它是盖碗茶，还有其他的暗示，我只是先举了3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分享给大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床架？这床架有100年的历史了耶！突然想起我小时候的时候看过我奶奶的床铺，也是这种木头的架子，不过 size 比较小一点，这应该是有钱人家才有办法 size 这么大。学人看到一个宽窄巷子的旅拍，这个机器啊，你只要做你的人像采集之后，可以在这边做合成。知善之美啊，是上海文化品牌，在宽窄巷子开了西南第一家扇子博物馆，主题叫花开锦城，西南第一扇，把巴蜀文化和东方扇艺美学结合在一起。听说开馆第1天就吸引超过3万人观看，直接变成成都新的文旅打卡点。整个空间灵感来自杜甫的春、夜、喜、雨，把小看红湿处、花丛景观城的意境做成看得到、摸得到的现代展馆。大家看看，这有没有像古代的茶馆？句句就说：“大侠，你累了吗？来喝一杯茶。”介绍一下宽巷子1号院的宽场，这里是宽窄巷子第一个长得像展览馆的商店。简单的来说，它把看展览、买东西跟玩的体验通通结合在一起，让你逛街啊，就像在看展一样，很有氛围哦。来成都有一个游戏，我跟薛仁始终都没有成功，这次终于成功了，究竟是什么呢？要抛物线啊！好，来试哦。再一次，好，再一次。Go！ 差一点呢，这好简单。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差一点啦。差一点点，再一个，再一个，来 ，Go！ 我有进。哇！突然间看到龙椅，那种长辈拍这个应该超开心的。星巴克，它都会依照当地的胡同习俗啊，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星巴克。如果大家想要拍比较好的机位或者是拍摄角度的话，可以上来这边2楼，非常的漂亮。整个视野非常的好，而且它还有沙发座，然后竹椅的桌子。不过就是上来这边，它消费是1个人要1杯饮料，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到锦巷子啊，大家可以看人是不是少很多？如果你要拍照放空的话，锦巷子它少了一点点商业的气息，所以我觉得它是最完美的一条街，非常的安静。在锦巷子的中段，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比卡咖啡，来这边你也可以点杯咖啡放空，在这边chill一下。
请记得认明这是景象子。很多有名的饮料店都为了符合古城这边的建筑物，所以它的建筑都古色古香。你看，喜茶是以前欧式的洋房，那阿拉比卡就是中式的古宅，所以它只有1层楼。我之前去其他的古城商店的重复性太高，这边倒不至于这样子。好比说大理古城，你可以发现从头到尾都在卖大理卤扇、卖饵块、卖土豆。这边的街道是有做规划，因为我发现到还有城管，地上也蛮干净的，没有多余的垃圾。有餐馆，有卖那种伴手品的，然后还有卖纸扇的。我觉得工艺品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它整体性这个巷子给我感觉起来是蛮到位的，规划得很好，每一间古宅都有它的特色。大家都说成都是个懂生活的城市，但如果你想1秒切换到勿扰模式，文殊院绝对是那个隐藏开关。走进这座千年古刹，外面的车水马龙瞬间被静音，时间在这里真的会自己慢下来。这次我们到访的是秋天，被满天飞舞的银杏刷上一层浪漫的金黄色，这种古朴和明亮的反差感真的好有诗意。以前出国总爱把行程塞爆，生怕亏了机票钱，但文殊院的气氛直接让你劝退这个焦虑感，让你心甘情愿把导航关掉。这里真的太适合来一场零计划的 City Walk 了。穿梭在超有生活感的巷弄里，听着远处的钟声，我忽然想起武侯寺诸葛亮提及的淡泊宁静，在这边超有感。最高级的放松不是你去过多少个打卡点，而是你在这里终于让大脑彻底关机，好好的喘口气。在红墙啊，有非常多人在拍属于自己的字样。为什么会去拍摄？因为我们是创世小不羁。哎呦，快门，哎呦，哎呦，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鼻道为财，但是鼻孔听到不聚财，脾气太执着，不过烂桃花偏多。对你好的男老板比较多，在拒绝别人同时委婉一点，不要太直接。遇到素质高的就好，遇到素质低的话伤害到你。不介意的话，看一下你的手纹，反正晚上的生意又不在于钱财多少。你就有这个心，几十块钱的无所谓，给他开心就行。有没有兴趣？人的面相啊，鼻子长得挺端正，个性啊有点固执啊。我说对我还蛮固执的。那你还是我去啊？还是给他算一下，烂桃花有点多，这就不对了，乱掰。有没有算到我老公在我旁边？没有算到我老公在你后面吧？没有啊。觉得算命的就是拼一个几率，他只要其中一个讲对，你就觉得他讲的好像蛮准的哦。所以他就乱枪打鸟，在路上随便讲几句套路，然后如果对了，然后那个人相信了就中了，丢给他5个字：我命由我不由天。7个字，你会不会算数啊？不要相信算命的，这些诈骗的行为，在这里应该是非常的盛行，大家来这里要小心一点。所以这条街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带我来这条街吃哈哈呢？因为宽窄巷子的物价相对的比较中高一点点，大概走不到1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边，人相对比较少，有人行道，而且吃东西琳琅满目的，不一定要在宽窄巷子里面吃饭。蛋烘糕有讲究，让总共吹20秒，再拿3张纸叠后夹起来。怎么了？为什么笑了？四川版的可丽饼，里面内馅是花椒的麻跟辣，好重口味的可丽饼。crazy， 但是喜欢重咸重辣的人会喜欢，有点颠覆我对可丽饼的想象。因为它全部的口味里面，这个最特别。太辣了是不是？不过蛮过瘾的，我觉得它里面那个料太多了，脆感已经盖掉了。喜欢吃辣可以，但我觉得普普通通。我原本他觉得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炸串，哇，异常好吃。喜欢甜口的人不能错过，因为它的脆感啊，咬下去好舒服哦。喜欢吃双胞胎的人
你一定会爱上这一款。它的甜味直冲你的灵魂，这个我爱吃，我可能会吃好几串。谢谢成都让我吃到这么美好的食物，这个真好吃，我好喜。不行，我要直接吃掉啊！你没有说这是一间很有名的奶茶店，怎么念 ？OBB。为什么不叫欧妈妈？还说什么哟？这适合的是什么口味呀？适合的是胚芽奶茶、白桃乌龙茶加纯牛奶做的，可以尝一下。胚芽奶是你们招牌吗？对的。茶香味非常的香。好恐怖哦，这个茶香味很重。茶香味香，但是不会苦涩。哎，这间还不错哎。成都的美食真的太多了，但能让我跟学人同时惊艳，甚至想二访的，绝对是陶德砂锅。那种热气腾腾的锅气，加上服务人员的专业笑容，真的很有温度。我们私下讨论过好几次，一致决定把这间店放入我们心中来中国大陆旅游必吃清单的前5大。来成都如果没有吃过这一家，真的会留遗憾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后位。你好，帮你们上一家菜，谢谢。青豆肥肠，请慢用小西锅边汤。肥肠，脆肠有嚼劲，带点咸香，而且它卤的蛮软嫩的，所以它那个味道有卤进去。那因为我不太能吃辣，所以我点的一点点微辣，但是那个微辣感是麻而不辣，非常的咸香。好，来吃一下青豆。青豆啊，它吃起来鲜甜清爽。你在吃肥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比较厚重的醇厚感进去之后，加上青豆搭配在一起，它就是变成一个相辅相成、很完美的一道佳肴。这个是什么？不是牙签，是块头。大家看一下。还以为是公筷。第一次遇到，我觉得这个好贴心，这样就完成一个漂亮干净的筷子。这是我们主材料汁哈。很讲究，这个蒜蓉、虾蓉，它要定时5分30秒才能开锅。他们对每分每秒都是精准的拿捏掌控。蒜蓉虾仁的特殊吃法就是冬粉包裹的虾仁卷一起吃，非常的享受。来，直接卷上去吃，哇！天哪，好好吃！虾仁脆弹可口，吸满了汤汁的冬粉加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超好吃。虾仁竟然给了10只之多，而且每一只都超饱满、超大只的。另外啊，也点了一道红糖糍粑。来啦，我先吃原味的。成都版的烧麻鸡，外酥内软。这边要提醒一点，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它刚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先吃。我会想起之前在成都吃糖油果子的感觉，但是它是再清爽一点点，当然加上红糖的调味，甜甜的，蛮适合当一个结尾的 ending。为什么来成都我会特地带大家来吃陶德砂锅？因为砂锅啊，它主要是用石英、长石以及粘土制作而成的砂锅，陶土的材质比较稀松，所以里面的一些小细缝啊，它会变成是一个微热的保温舱。加热之后30分钟还能保有8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它可以让水分子跟材料去做结合。以前古时代中药啊，基本上也是用砂锅去熬制。为什么？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起化学的反应，散热比较慢，在熬煮这个中药会对人体的伤害会比较小一点点。里面有一些微量的元素，比如说它有镁、锌、铜这些微量元素会渗透到食物里面。来，全中国大陆唯一精诚合适的武侯寺，如果不懂历史，直接进去，这50块门票就只是看几栋旧房子。为什么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帝在这里却心甘情愿把光芒与 C 位让给他的臣子呢？给我几分钟拆解刘备与诸葛亮的千古博弈，保证你进场后看到的不再是泥塑木雕，而是真实的千军万马。进来的时候，我是先透过微信小程序这边去购票，购票之后打开订单，它会出现2个 QR code， 扫码就可以进入园了。大家可能看过《三国志》《三国演义》，甚至可能玩过《三国无双》吧？有，Hello，这是什么东西？就绝招的名称吗？大绝招的时候啊。这个武侯寺很特别，它是全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
武侯祠它主要是祭祀诸葛亮的，但是刘备的惠陵也在这边。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驾崩之后，诸葛亮扶柩来到成都，帮他建造一个寺庙，要去祭祀他。诸葛亮死后，武汉的民众2度陈情刘禅盖祠堂去祭拜他，但是刘禅当时是不愿意的，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制度来讲，没有人帮臣子盖寺庙，只有君主、皇帝。对刘禅来说，会让他的相父面临两难的窘境。一方面，他又想要让相父是可以好好被尊重；一方面，他又不想要得罪刘备这个君主，变得有点像是功高震主的感觉。一直到诸葛亮死后29年之后，刘禅他终于下诏要帮他的相父，就是诸葛亮立庙，但是他当时立的地址是在荆州附近，刘备他是在成都，所以他故意错开两地，而不是跟着刘备盖在一起祭祀，因为这样会惹人争议。他不能打破常规，打破这边长久以来的制度，不然你后面会很难交代。那一直到明朝，就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春，他翻到，为什么诸葛亮的寺庙门庭若市，就是人非常多，但是刘备的惠陵寺庙这边没有什么人，所以他就把诸葛亮原本的寺庙拆掉，建在成都这边，跟刘备是合并在一起的。他很有商业头脑耶。所以我们一进大门的时候，你会先看到是对刘备的尊敬。今天啊，有几个重点在武侯祠才能看到，一个就是有错字的匾额，第二个就是刘禅的塑像啊，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不会是动物吧？不跟你讲。第三个有一个雕像，它是脸是全黑的，不是包公哦，是全黑的雕像。那接下来啊，就跟我漫步在武侯祠，回想三国寺，在进来汉昭烈士的时候，会遇到第一个很奇怪的匾额，上面好像写错字了，它叫做明良千古。明这个字代表是刘备，他是明君。良指的就是诸葛亮，所以明良千古，哇，听起来恩情义重，一来的时候就有点感动，真的实现了小时候想要看诸葛亮祭祀他、尊敬他的心情。好，哭归哭，收拾一下情绪。对对对，真情流露。我来这边真的差点好几次想要掉眼泪。明，老婆，你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多了一撇啊。好，为什么多了一撇？明这个字啊，我知道了，因为明代表目嘛，所以它旁边要改成是眼睛的目，还是一双眼睛，不是日。这个没有say好，我跟观众讲，这个没有say好。确认真的猜对了一半，他旁边写明的意思是代表这个明君有一个很清澈的眼睛看到了诸葛亮。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他的落字落款是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清代它不能名正言顺的写明，因为会让人家误以为是反清复明，所以他故意多了一撇。但是因为古时代明跟目是一体字，它是可以共用的。像之前在大阪神的时候，以前大阪的阪不是那样写，但是也是为了防止当时的城主以为我要反叛，所以他把大阪的阪的字改了一下，不能功高震主。进门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唐碑。以前啊，有3大的名流，一个是宰相文臣，第二个是书法家，第三个是顶级科工。在这个唐碑上面刻了对诸葛亮的敬仰，以及他生平的一些阐述。有点像是3个顶尖的创作人才在这边留下一些资料。来到中庭这边，前面就是刘备的塑像，左右边一共有28尊的文武大臣，所以他这边有一点比喻以前上朝给刘备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古代的礼制意象。那我们就去看看有哪些武将跟文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廖化本人就在这边。怎么每一个人看到他的第一句都是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蜀国人才凋零，诸葛亮死前，其实他人才都慢慢稀少，因为五虎将慢慢凋零之后，他没有办法好好去培养下一代，所以当时他就是人以廖化作为他的大将去北伐，是有点蛮感慨的。西凉马超，高富帅的代表。右边这一尊啊，就是单骑救主的赵子龙本人。他并不像是武将的化身，他把它弄成是像文臣的个形象。再来文臣的第一位，当然是除了卧龙之外，就是凤雏、庞统，助刘备夺下益州。
塑像是重塑的，是清光道年的时候，雕塑者他依照民间的故事，重新再把庞统的雕像重新的雕塑，所以这个是之后的雕像。依照当时的民间的史料，他判断庞统他的脸是比较黑色一点点的，所以在这么多文臣之中，他的脸是特别黑的。真的跟旁边的比，他是唯一文臣里面最黑的脸。你要运动型的好不好？哦，能文能武的庞统。武侯寺内的文武官共有28尊，但是却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啊，恕我大事啊！你错失街亭。你好激动哦，就是遗臭千年呢。再来，我们来到了主殿，中间我的正后方就是刘备的主像，我的左手边就是刘成，是刘备的孙子。但是刘备的右边没有刘禅，竟然是一个。因为当时邓艾他攻打蜀国的时候，刘禅直接投降了。蜀汉的居民认为他不配跟他的父亲刘备坐在旁边。宋朝的时候，把刘禅的塑像拆掉了。老伯刚才经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注意到。你说棺材吗？来，我让薛仁带大家去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树精。朽木。哦，他们认为刘禅乐不思蜀，你没有资格跟刘备站在一起，所以宋朝的时候就把刘禅的塑像给拆掉了。所以他们以前骂人也很讲究哦。刘禅当时是蜀王，就是他接了刘备的衣钵之后，竟然没有配享是君王的礼制，或者是受后人敬仰，变成了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张飞是对员工很坏，然后最后被员工所害的。我觉得那段有点印象很深刻，蛮不胜唏嘘的啦。魏国来灭蜀国之前，他是立主不能投降的。他的爸爸是刘禅，但是他跟爸爸说不行，我们不能投降。结果他爸爸不听，他先在刘备的殿前，因为当时刘备是他的公公，已经过世了，他在那边哭，哭完之后，他直接把他妻子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再自杀。我觉得他是个愤青。跟你一样，对很多人来讲，他是忠烈的。你如果能来武侯祠好好研究这面历史，你会觉得他们很多很动人的故事。祭祀完刘备啊，后面就是主轴了。诸葛亮在走下这个阶梯的时候，可能没有多想，刘备祭祀的点比诸葛亮的还要矮5米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不是个斜坡？因为你们斜坡折下去的时候，因为他是君，诸葛亮是臣，所以你不可以是平行的高度。他下来的楼梯一共是11阶。这个11阶是什么意思？刘备他去世是西元223年，诸葛亮他去世是公元234年，相差了11年，有点像是时间的桥嘛。在祭祀诸葛亮的祠堂之中，最上面有一根乌木，乌木上面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个是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就是他写给他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句话里面摘录出来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里面指的意思是说，人不要被物欲一些欲望所绑架了，应该要去想一下你自己心中所追求的原则、理念、理想到底是什么。最喜欢的一句话其实是2个字：宁静。人生的课题，以个人的主观来评断诸葛亮，我觉得他就像是水，清清白白、淡泊、宁静。这一生用水可以代表他这一生的写照。既然他在归隐深山的时候能够悟出宁静的重要性，但是他还是愿意出山，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对，所以丞相匡复汉室啊。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在后人的眼里，诸葛亮的名声比刘备好很多呢？主要是因为蜀汉的居民认为诸葛亮他当时治蜀的时间比较久，也治理的比刘备更好。对当地的居民来讲，诸葛亮还是真的对蜀国有更大的帮助，
有更大的贡献。诸葛亮他旁边有一个诸葛瞻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诸葛尚，这2个啊也是邓艾在伐蜀的时候双双战死。3代啊都是忠烈名门家族。在我的后手方是三义庙，主要是纪念桃园3结义的刘关张3位兄弟的庙。在三义庙旁边，竟然可以看到霸王茶姬在这里，太强了吧！你知道关羽人气很高吗？每次他的台前面都有人寄封零食跟香烟给他。哈，关羽又不抽香烟，为什么要寄封香烟？每一次都有，前面也有。那张飞跟刘备都没有？刘备有零食啊，但是每次关羽前面都有香烟。这么有趣。这边是刘备的惠陵，从1800年前到现在都驻扎在这边，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家盗过任何墓。他的墓啊，是所有历代的君主最简朴自然的陵墓。刘备的惠陵啊，长180米，高3米到5米左右，保存着非常的朴素自然。没有长，我以为这是个公园。园内啊，还有诸葛孔明意象的咖啡厅以及伴手礼不能错过，我们来逛一逛吧。丞相的头饰，看起来好像没有变聪明，真的变小叮当，以为站上去智商就会变180。关羽苍蝇拍，太好笑了吧！这是古风的搭配配件，像这个就是放香料的，会变成是一个香囊，走在路上的人变成一个行走的一个香水。有一盒诸葛亮应该是5套件吧，上面有他的羽扇，像书签。哎，我觉得这个很酷哎，七弦古琴，戒指书，这值得购买耶。最后应该是他的银币。这是干嘛用的啊？中国10大对联之一，这上面讲的是诸葛亮他治理蜀国的一些心法，还有兵法的一些攻略。三国历史课下课了，来到武侯寺，如果不去那面红墙竹影长廊走一遭，那真的白来了。那抹红色的围墙，配上翠绿的修竹，光影打下来，随便一站啊，都可以拍出那种深藏功名、运筹帷幄的高级感。建议拍摄的光影时间啊，为下午3点到4点半左右。阳光啊，穿过竹林，洒在红墙上，斑驳感最强。穿搭建议的部分会建议穿白色、浅灰色或是汉服最出片，强烈的对比会让你整个人在画面上更突出。你对诸葛亮看法是什么？诸葛亮看法，我每次在看《三国演义》真人剧的时候，每次演到他那段，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人演都很感动。我记得我有跟你讲，我看剧然后看到，因为觉得太感动了，哭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精神你很感动，很感动。但你会不会觉得他一个人背负了太多重责大任？那时候是觉得身体都不好了，还要为国为民，真的太劳累了。好啦，以上就是本流这次在武侯寺的故事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一定很多人内心有三国魂。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意见，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更多有关三国的故事。我跟雪人都非常喜欢听听三国故事，三国迷。最后啊，也想跟大家分享，园内啊也有人工讲解的收费，
如果还听不够，可以去找这些优秀、更专业的人工讲解哦。逛完武侯寺旁边有一间王记特色锅盔，也是跟三国历史有所渊源。走，我们去开吃。双胞胎的外皮真的比较硬一些，就是中式披萨，哦，不过有被它外表那种酥脆感有吓到，很好吃。但是为什么它要叫锅盔啊？是因为它的外皮硬硬嘛。这又回溯到三国时期一个故事，当时刘备他借了荆州，派张飞驻扎在荆州这附近，士兵觉得干粮吃起来枯燥乏味，所以他就把水加上干粮，再加上一些调味混合在一起之后，很聪明哦，他把头盔拿下来，当成是一个锅子，烧了之后，把他刚才的干粮贴在火烤热的头盔上面，烤出来之后非常的酥脆，士兵觉得味道非常的好吃，所以它就叫做锅盔。但是我觉得锅盔会不会有点太恶心了？因为它吸收了那个人的汗水，汗水还贴着锅盔的干粮，吸收了咸味，这样才会好吃啊！加了盐，所以你有吃到古人的汗水吗？辣椒其实用的还蛮够，因为我嘴巴现在挺麻麻的。32号。肥肠粉，我这次是点的是不辣的。哇，先生来一碗热热的冬粉，很好吃哎。但是我在想，我们来这边吃东西都没有加辣，会不会失去它的味道？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我反而喜欢的是它的清汤，那清汤味道不用加辣就喝得到汤的清甜味道，肥肠真的是好吃哦，里面不会有腥味。来到成都，你就算不吃辣，你还是可以跟店家讲说我不加辣。有个店，如果食材不新鲜，他故意会用比较重的味道把那食材的腥味盖掉，但是这个不加辣也可以吃得到非常的鲜嫩口感。不要觉得辣才代表这个餐点才是 perfect， 才是有调味的。有时候吃它食材的鲜味，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再来，我想要介绍一个景点，如果遇到下雨，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备案哦。来到地铁铁府广场站，走不到5分钟，你就可以到达成都博物馆。那为什么要来成都博物馆呢？最主要是它第2层跟第3层是非常值得逛的，从先秦到商周等等相关朝代的一些文物都在里面。提醒大家一点，如果要来成都博物馆，可以透过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他们的成都博物馆的官方网站这边去预约相关的资讯。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只要持台胞证就可以入园了。这么好，所以如果遇到雨天备案或者是要避暑的话，都可以来到这博物馆吹吹冷气，看看历史文物。这边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带大件的行李，像我又带了一个小推车，它是不让进去的。这边有一个存包处，在这边存放你的相关的物品。我们来到地下1楼的储物柜，先按上面的存之后，他会给你一张小票，然后他会跟你说你要存在哪里。没有透过线上先预约购票的话，也可以来到这边票务咨询，扫描微信的2维码，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购票。像我们是先在微信上先预约，拿你的台胞证去兑换票券。前面如果你要租语音导览的话，或是 AI 眼镜智慧讲解的话，这边都可以租借。成都博物馆这次的金线特展真的太顶了，从北非到东亚，展场里全是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黄金服饰。你会发现，原来在古代，大家对穿金戴银是全球通用的。这不只是一场服装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视觉旅行。来到成都，刚好有机会看到这个跨越千里的金色时尚。每一件展览品我都会静静的在前面仔细观看作品的细节。没想到这个竟然是可以免费看的。今天带你们逛成都博物馆，2楼跟3楼藏着7件超有意思的老宝贝，每一件都有故事，一次带你看完精华作品。穿越3000年的对视，这颗铜头像眼睛窄窄，脸方方的，可是古蜀祭祀现场的核心灵魂，也印证了三星堆文明那神秘又绚丽的光芒。这件文物太戳心了，古人相信灵魂要坐船去往生世界，所以特地制作这个船形的陪葬容器，
里面装的不只是水葬品，更是2000多年前对生命最温柔的想象。都江堰治水的工程师李斌，他为了要镇水，所以他用红砂岩去做这个蒙蒙流，去抑制岷江的湍急跟潮流。前战国的时候盛产蚕宝宝，所以他把蚕的纹路刻在那个兵器上面。那甚至他也有把一些蛇纹或者是虎纹刻在那个兵器上面，代表当时这个国家他兴盛什么或是盛产什么，他把当地的特色置入在他的兵器上面，类似伴手礼的概念。来，你有没有看到右边是可爱的蚕宝宝？所以他把蚕宝宝刻在兵器上面。蚕宝宝的高光时刻。2楼的顶流明星，这表情包式的吐舌头、笑眯眼，这就是古代的脱口秀演员。还有一个红色的小人在右边，它是古代人体经络的天花板，就它小小一个人啊，上面又把人体的经络用红线黑线的方式呈现在上面。而不是以前古代版本的18铜人。对，200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产物了。以前的达官贵人或是贵族，他就拿着这个有链子加上金边金丝所缠绕成的香囊，里面放一些香料，然后挂在腰间，所以他边走的时候，他会有带一点香气。好，现在逛完成都博物馆，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下雨或是要避暑的话，非常建议来这边，因为它动线其实还蛮简单的，每一层大概逛15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把它逛完了。但是我认真讲，之前也有去过其他的省份，看过比较大型一点的博物馆，也是免费入场。这边我觉得大概花不到3个小时，应该全部把所有的流程给逛完。很好是它的5楼也有咖啡厅，6楼啊也有一些休息的空间，所以对你的旅程来讲，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春熙路或是要去天府广场这边去吃东西或逛街的话，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继站，当成休息地。来成都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非常建议从地铁啊坐到迎宾大道地铁出来之后，会有看到艺园以及天府艺术馆这2个景区啊，都是免费的，不妨花一点点时间来这边散心，感受一下天府之国很旧的文创。如果你来成都不想只是在春熙路人挤人，那我推荐这条我跟雪人喜欢的 City Walk 路线。我们先来到天府艺术公园。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屋顶的线条像山峦一样起伏，随便一个转角拍起来都像杂志封面。紧邻着公园的就是成都图书馆，一走进去，那种高挑的舒展空间感，加上一大片采光很不错的落地窗，坐下来看个书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旁边是竹林，小小的竹林，然后要走到艺园，非常方便。它可以整个园区用环绕的形式，步行就可以到了，不需要再坐地铁。从极具现代感的艺术园区，步行几分钟就能切换到充满古韵的川西园林。艺园里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仿佛让我们一秒穿越回到古代。有艺术的冲击，有阅读的沉淀，最后还有园林的静谧。如果你想感受成都除了火辣之外的另一种雅，这段路你一定要亲自走一遍。不得不说，这边环境真的很清幽、干净，而且很多人在现场巡逻，所以这边的治安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好。这边的造景维护啊，我觉得很完美。不只是巡逻治安，还有一个特别的职业叫做文明巡逻员，他会针对你不文明的行为去做一些指导跟举发，比如乱吐痰，但这个很难抓到吧？或者是说音乐在这种公众场合放太大声，吵了这边的宁静，睡在旁边的躺椅上，或是乱踩草皮、乱踩这边的花。不止公园文明巡逻员，连地铁上也有。我们今天特地从成都市区出发，原本满心期待啊要去看这座流传千年的伟大水利工程，没想到
单趟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就在我们终于抵达，准备大显身手介绍历史的时候，迎接我们的不是壮阔的景色，而是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现在是正值他们的休园期间，扑了一场空，我没办法进去，所以就有待下回跟大家做分享啦。留到下次来成都玩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明。对，把美好留给下次的旅程。这血泪的教训一定要分享给你们。前往距离较远的景点前，务必要再三确认官网或当地的即时公告。既然都江堰不让我们进去，那老天一定是怕我们饿着了。转个念，凡事皆有利于我。这空出来的时间，刚好让我跟薛仁可以慢下脚步，躲进旁边这间传说中的名店。没看到古人的智慧，至少可以吃一下在地的美味吧。整个大排骨就是丽江的少数民族纳西族，他把排骨或者是猪脚上面加了一些盐或者是一些胡椒去调味之后，把它密封之后，用丽江的风把它风干，它让这个肉长期的保存。所以这个算是他们1年之中少数有可能丰收季或是犒赏你这一整年的辛劳之后，他就让全家人去吃这个火锅。所以算是过年吃的一个大餐了。对，所以它的门口啊就会写着是让每一口都有年味，有回到过年围炉吃火锅的感觉啊。先来吃哦，我还没有沾任何酱，但是它的猪蹄有辣味，有风干之后独有独特的香气。光只吃清汤所炖煮出来的肉类还蛮香的，真的有让我回到过年吃腊肉的感觉。但我好奇，这种腊肉去煮火锅，煮久了它会变得很干柴。目前吃下来是不会干柴，肉质是软嫩。火锅的汤底啊，旁边有没有看到一整排的莲子？这莲子我记得在台湾也不便宜哦。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